广阔的天空，挣脱怀抱，张开了翅膀，我们飞向希望。就算跌倒，不怕嘲笑，继续奔跑。就算烦恼，不会逃跑，坚持到老。失去了全部，还有骄傲。我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去找。对酒当歌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。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对酒当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在这干嘛？对不起啊，我吓到你了。没事没事。蚊子，怎么了你？小鱼，怎么了？我摊上事儿了。没事啊。你干嘛上网上借呀？我有钱，你干嘛不管我借呀？除了借呗，你没借什么其他的吧？还有360借条、苞米。桃子，这些都是正规借贷，你没借什么乱七八糟的吧？还有一个网络平台的，我本来没有想借的，可是它上面写着无担保、无抵押，1分钟到账。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借了，没想到他刚刚来催债了。你告诉我你借了多少钱？我借了3万。你买什么了？我也没买什么，这每一样都挺便宜的，谁知道加起来就……这些网络贷平台合不合法呀？能不能告他们呀？你冷静点，人一没违法，二没强迫，人怎么告他们呀？人没告你逾期就不错了。桃子，什么时候还钱啊？赶紧还，要不然利滚利，利滚利就真还不上了。明天，小雨，我害怕。好了，不怕，有我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先凑一凑啊，我们先凑一凑吧。你们可以开始了。你先吧。一定是老天爷在惩罚我。团子，你别这么说。找的就是你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关于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相关问题的规定，年利率超过36%的，超过部分无效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放高利贷不合法的部分，团子都不用还。哎，没错。根据团子和平台签订的20%的年利率，逾期利息复利日万5，
这么算下来的话，团子的钱是35.9%，差了0.1个点，不是高利贷告不了。这么阴险吗？他们就不能四舍五入吗？四舍五入不了，人家就是专门套路像你这种，不管是看起来还是骗起来都很容易上当的小姑娘。哎，你就是个大2的学生，你会不会不是很专业？我一法律系高材生，你问我专不专业？来，你看，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人都有，资质齐全，在全国信用信息公示平台上也能查到相关信息。照这么看来，团子的钱1分也不能少，都得还。喂，你是穆小鱼吧？熊子时已经失联好几天了，你通知他抓紧时间联系我。你谁啊？你是他同学吧？他欠了我一笔钱，逾期很久了，还是没有还我。他要是再不处理的话，我们就要采取一些措施，上门去收取了，好吧？知道了。是不是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？当时让我填3个紧急联系人，我不敢填家里的，我就填了你的，还有小豪姐，还有凡凡。他们要是找过来，那全校就都知道了。那到时候刘彦泽也知道了，小鱼我该怎么办呀？团子，这数目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你还是给家里打电话吧。家里，团子爸，团子爸可不太好惹。我爸爸做了13年的超市保安，加上他平时最爱看刑侦剧，没有他抓不住的小偷，没有他破不了的失窃案，更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撒谎，人送称号商场百货狄仁杰。所以他要是知道我闯了这么大的祸，还不得。哎，你爸这么厉害，你怕什么高利贷啊？是我怕我爸，而且这次是我做错了，说不定就会把我扫地出门。到时候我孤苦伶仃一个人，我没有钱租房子，我只能随便找个男人嫁了。皇后结婚没有彩礼不说，我爸爸还不能出席，我老婆多看不起我呀！团子，你跟家里说免不了一顿打，但你现在要跟家里说，起码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啊。绝对不行！我已经让我爸爸帮我摆平工作室了，现在我都大学了，要学会独立，不能再什么事都告诉老师、告诉家长，是不是小鱼？才这么几天，利息就滚得这么高。我卡里还有点余额，还是给团子先垫上吧。这利息要是几百块钱也不难，主要是他除了这坑爹的借贷之外，他外边还有外加3万多块钱的外债。就算是正规的借贷平台，照这么利滚利下去也不是小数目。这些时间真的是金钱了，真的是多一刻都不能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得先把外债还上。要不试试兼职吧？我之前兼职的地方1天120，一个月还能有3000呢。时间太长了，小豪姐。哎，你们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说的那个谢快 APP？ 我已经报名校园创业计划，老师说有戏，到时候这个计划书一交，融资更不是没问题。别说3万了，30万都没问题。你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能融上1年半载了吧？我这不计划书还没交呢吗？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我之前有个学妹在网上写论文。停，小姐，学术造假，不瞎说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件事儿，你就得找家里寻求帮助，越拖越麻烦。我赞同南北说的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但不可能。他跟父母关系不好吗？非常好。只是团子从小调皮捣蛋的，他妈妈一直在帮他善后，然后他爸妈为了不再让他闯祸呢，就管他管得特别紧。
团子一直想在爸妈面前树立已经独立的女性形象，这次这事儿让他知道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团子，喝水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做了充足的准备。那么今天这个题，谁能破？我来破。真的破了。我们先开题啊。大学生活，其实用普适性认知就可以了。然后是自律和他律，这是一个比较题。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战场。一个呢是自律和他律的定义，然后是更重要的判准。妹妹，我来补充一下。大学生活作为题目前提，跟题干结合起来的话，其实我们讨论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段。虽然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可是我们还处在10几年前我们比较熟悉的孩子所处在的学校的环境当中。这种状态对自律和他律的影响，应该是出题人想要我们进行讨论的。对，我那会儿刚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想到3天3夜我都没有下床，当时我就觉得，你不上厕所？能不能别打岔？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，熬夜通个宵、打个游戏、看看直播什么的都很正常。就觉得好不容易脱离了父母的魔爪了，还不得好好自由自由啊？是的，我大一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想玩，跟宿舍的女生练化妆、练通宵。没想到最后有个女生居然去专柜兼职当化妆了。我就不说了，我到现在还管不住自己的嘴。那父母的魔掌算不算他律啊？所以说，他律的缺失会造成自律的丧失。不对，他律会造成约束力的空白，自律没有填上。对，因为我们从小都一直是被管着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律的能力啊，也没有什么自律的机会，何来的丧失呢？我觉得我们并没有意识到，现在的我们没有人管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没人管，也就说明不会再有人为你兜底，不会再有人为你承担这一切了。我每次在网上嘻嘻哈哈剁手的时候，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次次超支的时候，甚至是看到接待平台点进去的时候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太多。我天真的以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。事实上，我在爸爸的保护下太久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代价这么的残酷，这么的真实，这么的麻烦。那我们团子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应该面对他。喂，爸，我闯祸了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那个朝教学楼走过来的男人，就是团子的爸爸。团子爸真有范儿啊！就团子爸这种形象，不当特种兵，演个警匪片，豆瓣评分也得9点几，是吧，团子？团子呢？团子去哪儿了？完蛋，团子跑了。您是熊爸爸吧？我是子时的朋友。不
在宿舍里。那他去哪儿了呢？我早就该想到团子爸对他的威慑力了，死丫头，临阵脱逃。哎，再好好想想他到底能去哪儿，这么逃避也不是办法。哎，看来只能让南北拖住团子爸了。走吧，再找一找。团子什么时候来？啊，他本来是来找您的，但是被辩论老师叫走了，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听说过一个研究吗？说人在撒谎的时候，他的眼球会往眼眶的右上角移动。真的吗？你意识到你的眼球刚刚动了一下吗？你猜是往哪边移动？叔叔，你真幽默。团子在哪儿？团子被老师叫走了。这次你的眼球没有动。不过，如果一个人过于焦虑，他的手会不自觉地有一些小动作。比如说你很紧张吗？你在担心着什么？我给您倒杯水。坐下。你是真没看见团子啊？我真没看见，看见我就告诉你了。不成糖分，这个想法也不对，他能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呢？真笨，小姐，跟我走。叔叔，这灯姓啊，年龄、 19、身高、 178，家庭状况。我爸妈仨人，你跟团子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关系，还有什么关系？还有辩友关系。昨天晚上团子给我打电话，说他自己闯了祸，具体闯的什么祸，他说见面再说。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又或者说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个还是团子跟你说比较好。那就是你做了。我什么都没做呀，叔叔。撒谎很痛苦吧？很煎熬吧？说出来就没那么痛苦了。叔叔，我全都说，我全都说。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有一次没写数学作业，那是因为隔壁邻居王二狗来找我玩的时候，我忘写玩太累了。但我跟老师说，王二狗来找我，把作业给拿错了。当时我说出来，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蠢。王二狗看到我的时候，直接给我揭发了，我妈给我那一顿毒打。2年级的时候，我骗王二狗说，你只要把舌头放在那个结了冰的冰水管上30秒，你就可以尝到彩虹的滋味。结果他整整粘了30分钟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熊子石同学在不在这儿？他10几分钟前来的，说是头晕，在里面休息呢。哦，谢谢老师。我之前跟他说过军训的时候南北装病的事儿，他当时就一副深受启发的样子，忽然坐这儿了。团子，小鱼，我是不是超级没用啊？你爸凶得跟吕布似的，要我也害怕。我爸肯定会骂死我的。你都不知道他平时有多节省，能坐公交就不打车，能走路就绝不坐公交。他要是知道我这样子乱花钱，肯定气炸了。团子，你记不记得咱们是怎么成为朋友的呀？小的时候，我总爱跟男生打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不管男生还是女生都不爱跟我玩，就只有你陪我一起吃饭，陪我一起上学，陪我一起玩。你从小就是这样，
喜欢就是喜欢，讨厌就是讨厌，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。我其实挺希望你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像个长不大的小朋友。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想法挺自私的。我觉得学校给我们营造一种幻觉，好像我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，还不用去面对社会，不用去直面外面的世界，忘记了在真实的世界里面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需要你自己去承担应该承担的后果。团子，作为朋友，我郑重地告诉你，不要逃避你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所以，要不你勇敢地抬起头，去爸爸面前承担错误。要不然，所有你闺蜜我绑也给你绑去，因为这是我做死党应尽的责任。大一的时候，我把梦圆没有洗的袜子缝在了蛋蛋的枕套里，但1个月都没有找到底是哪来的味儿。你们可算来了，我眼看就要说到大2了。对不起啊，爸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画的，一个不留神，2个不留神，就画超了。有淘宝、京东，还有几个白条，同学们已经帮我凑了8000块钱，让我把网络贷给还了。一共是多少啊？3万多。3万多。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吧？不会，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把银行卡号发给我。还有，把你的那些同学们都叫进来，别在门口趴着了，怪难受的。告诉大家，我请大家一起吃个饭。好，谢谢爸。走，来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请我们吃饭。不客气，我们家团子以后啊，拜托你们还要多照顾呢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我明天还有比赛呢，还要训练。好，你们先忙，我跟团子再聊一会儿啊。谢谢叔叔，再见，再见。团子，咱们去那边坐会儿。好。哎，这儿吧。啊。哎。爸。嗯。这次，对不起啊。闺女啊，以后遇到事儿，无论什么事儿，都要告诉爸爸，明白吗？嗯。爸，我妈她知道我的事儿了吗？这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知道。那你钱哪来的呀？这是老爸的私房钱。厉害呀，爸！好，闺女，你好好准备明天的比赛吧，先忙去。行，那我走了，爸。好。爸，谢谢爸爸。走了，爸。该戒烟了。我刚吃完饭，觉得团子爸也没那么可怕呀。
不行啊，我现在看到叔叔还是个儿颤。我觉得叔叔有这么一身本事，当个保安太可惜了。我爸已经离开那家百货公司，到一家保安公司当主任了。总之，现在终于尘埃落定了，大家现在可以轻装上阵了。我们开始准备辩题吧。孩儿们，看看萨老师给你们带什么来了，都累坏了吧？来，咱们充个电，然后接着操练。来，谢谢小姐。再给大家说一说，让大家再聊一聊。好，打扰了，他好。小好啊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。学长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你有男朋友关我什么事儿？哦，你说这个，这个是学校办公室老师不要了，我想着拿它回去做装饰。啊。哦。这个是学生会的马南学长。咱俩不是一块买过鞋吗？人生何处不相逢。那学长，你今天来是？哦，你等一下。来，看看这个。来，便携式泡脚桶，携带方便，随时可用，保肝脏、抗疲劳。男的用了强身健体，女的用了美容养颜。你来我们这儿卖东西，你确定吗？我这不是为了凑重修费吗？20块钱一个，只卖不送，给你们再打个85折吧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东西可真适合你们泡枸杞通宵的年轻人，怎么样？要不要？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吧？你们觉得呢？如果对方说，自律需要克服人性中本身的惰性，是一件很难、收益比很低的事情，怎么办？那我说，自律的长期收益更高呢？关键是人家不说收益比也可以啊。就现在而言，克服懒惰的难度绝对要高于他律。那他律是一种更行之有效的方法啊。那我们不瘦，能不能绕过去啊？怎么绕啊？他律本身就是一种懒惰。你说什么？他律不懒惰吗？他律最懒惰了。说的有道理啊。如果说自律需要克服懒惰的话，那他律本身就是一种懒惰啊。被人推着走，肯定要比自己爬上高山要更容易。那他律在某种程度上连方向都不用选择，因为别人已经给你选择好了。照这么来看的话，现在对于大学生而言，更重要的是懒惰吗？绕过去了。我这个点太犀利了。你之前是不是也打过辩论赛？人呢？观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早上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财新闻节目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：李主任抵达分校区，对同学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；学生会第26次会议在宿舍113召开；宿舍343和502正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；原东财大和西科大辩论校队的比赛将于今天拉开帷幕。下面请看详细报道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迎新辩论赛。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正方，他们的观点是大学生活自律更重要。让我们欢迎他们。而他们
挑战的反方，则是由去年在全国赛中大放异彩的校队新星殷楠担任二辩，东州市明星辩手刘彦泽担任队长。他们是今天的反方，他们的观点是大学生活他律更重要，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。为什么不介绍咱们啊？下面由我来介绍。你大学以后有什么成绩是拿得出手的吗？陈杰教授、闵瑞武教授、郭新刚教授、赵红霞教授，让我们欢迎他们。同时，本次比赛由东州市辩论联盟的同学们出任技术裁判，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。现在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。下面进入双方立论环节，每方时间3分钟，期间对方有权提出检证，时间为1分半。下面我们首先有请正方开宗明义，有请。谢谢主席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大学生活自律更重要。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？大学生活就是从校园到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，也是我们培养自身能力的关键时期。因此，所谓的重要性也会因为这个阶段的特殊而有所不同。定义这么偏，这是勾引我们提出异议、展开第一个战场吗？来质疑我们呀，来呀！殷楠，接招啊！小月，我听你。果然是心有灵犀的好姐妹。那什么是更重要呢？我方认为，因为人生的不同阶段所需专注培养的能力不同，因此在现阶段中，什么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培养，什么也就更为重要。相比起他律，自律显然是大多数大学生的短板所在。因此，这个点，下面有请反方二辩对其提出质询，时间为1分半钟。确认一下，您认为何者需要付出更多时间精力，何者就更重要，对吗？这样理解也可以。挣钱要不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呢？一般来说是的。那呼吸一般不需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。按照您的逻辑，钱比呼吸重要，对吗？鬼拗了呀！对方辩友，您这是比较不当。呼吸不需要您付出时间精力，但自律却是需要学习培养的。您这是缺失性比较。缺失性比较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可以缺，一个不能缺，重要性这不就比出来了吗？重点不是缺不缺，我方一直在强调的是，自律是需要学习成本的。好，那再比如说我不会化妆，可我会吃饭啊，所以对我来说，需要学习的化妆比不用学习的吃饭重要，对吗？吃饭不用学习吗？您是出生就会用筷子，还是一落地就会使刀叉呢？小时候爸妈还追着叫我好好吃饭呢。所以重不重要还得考虑紧迫性。比如说现在如果我要去约会，那当然是化妆更重要。所以紧迫性等于重要性了。挑标准了。我方的判断标准很综合，当然紧迫性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。婚姻对我来说就不是很紧迫，所以在我的人生当中，婚姻是不重要的吗？这个卡壳了，死阴难。解决紧迫性问题和问题的紧迫性是两回事啊。我结一下，今天对方辩友的标准从付出时间精力跳到紧迫性，始终不具备说服力，也未能自圆其说。而我方的标准为自律和他律更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的就更重要。谢谢。殷楠的操作把对方标准瓦解掉了，很好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继续阐述我方观点。大学是我们迈向成年生活的第一步，也是第一次我们必须他们队看着还挺强的，因为在大人能世 hold 界得住吗？没有那么多苦口婆心的什么意思啊？也没有人意思刚刚那一趴南北他们队输了，都必须靠你。是真的听不懂吗？因此，我方坚定地认为，大学生活自律更重要。谢谢。下面有请反方一辩立论。谢谢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方今天的观点很简单，无论是自律还是他律，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成长的才是最重要的。对方立论一共3个论点：成年人更需要自律，自律的标准高于他律，所以更有利于成长，以及失去自律的代价更加严重。清晰明了，就看你们守不守得住了。理论上输了一届，希望
接下来南北的盘问能挽回一点颓势吧。下面进入盘问环节，首先有请正方2辩对反方1、3、4辩进行盘问，有请。您方立论中强调自律的效果不如他律，对吗？4辩。是的。古代的奴隶依靠的是他律，自耕农依靠的是自律，请问哪个效果更好呢？3辩。自耕农，但约束奴隶的不能算他律，那是被强制的。哦，好，所以被强制的不算是他律，自己心甘情愿的才叫他律，这不就应该叫自律吗？回到您方的立论，您方认为自律面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？4辩。自律需要克服非常多的阻力，比如我们的天性爱偷懒。不行，南北对流原则完全无法形成有效进攻，绕开它。可是依靠别人来管理自己的他律本身不也是一种偷懒吗？1辩。是的，但是偷懒有什么问题呢？从电报、电话到互联网，从汽车、轮船到飞机、高铁，学会正确的偷懒，简直就是推动进步的第一生产力。为什么作为第一生产力，在您方就变成了是阻力了呢？3辩。这个问题与今天的辩论连环诡辩，没一个逻辑是正常的，对方就是没反应过来吧？过度依赖他律，无法养成自律的习惯怎么办呢？你在骑单车的时候，你爸一直扶着，你是不是就一直学不会？4辩。如果我爸不扶着我，我可能都不敢跨上去。这就是我方强调的他律是自律的前提和基础。在这个案例中，他律是自律的爹。我们会说父亲比儿子更重要吗？1辩。不会，但这跟我们今天的辩题没有。那就算是他律是自律他爹，那他律为什么就更重要呢？场面上勉强挽回一局。如果接下来的盘问我们能够扛下来，局势就均衡了。请教4辩，您方认为对于成年人来说，自律比他律更重要是吗？是的，但是我们认为，好的，那既然他律没有那么重要，那为什么法律对成年人比对未成年人要求更严格呢？3辩。因为我们很多大学时候都没有养成自律的好习惯，比如不要随意打断别人的发言，这个幼儿园老师应该也教过吧？知情方可以打断，是比赛规则赋予我的权利。对方辩友对他律的不尊重，也许正是您方观点的症结所在。倒是拿着所谓幼儿园级别的自律，在这里自我赋权、自说自话、自鸣得意，显得有些小孩子气啊。您方指出，自律的标准要高于他律，对吗？3辩。在同一件事情上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1辩。因为他律往往是底线。比如校规规定我8点上课，这是他律，可是我给自己的规定是8点半上课，那我怎么还有脸自称自律呢？这是不自律。没有自律低于他律的情况吗？4辩。没有。比如您刚才举的罪犯的例子，他们的自我要求比法律还低，那就不能叫自律了，对吧？如果我的父母要求我一定要考全班第1，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进前10名就好，是不是自律的标准就低于了他律呢？3辩。一定要求孩子人中龙凤，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他律嘛。所以您方论证的是合理的自律比不合理的他律更重要了，那我方是不是也可以论证合理的他律比不合理的自律更重要呢？他知道小雨习惯反击，他在引诱小雨犯规。所以您方的立论定义中也包含了不合理的他律吗？难道对那些严以待人的所谓他律，您方也要照单全收吗？请注意，被质询方不得反问。谢谢。我真是太蠢了，居然丢了技术分，阴南也太阴险了吧！2条主要论点都射进去了，不妙啊！本轮拿下。如果下一轮南北的公辩继续输掉，恐怕就真没机会了。小傻子，别着急啊。
数着圣诞的烟火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简讯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心也填满了空气，只留下回忆。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简讯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